Hello， 大家好。其实它最近释出了 2.3 测试版更新，这个 2.3 更新可以说是大改的起点。究竟 2.3 更新了什么呢？还有接下来会有什么更新？让我们看下去。首先，关于环境挑战系统，现在你不需要照着顺序解锁啦，随你高兴，想先解荒原也是完全可以的哦。但是各个环境的免疫装备也是独立的，再也不能用辐射标章来取代其他环境的标章啦。2.3 版本以后，你可以躲进室内来躲避环境伤害。以前我们得待在各个生态的边界，冲进去解3分钟环境任务，出来再恢复状态，再进去解3分钟环境任务。现在不用这么麻烦啦，现在可以直接深入新环境，只要在时间内躲进室内就能缓解环境伤害。喜欢沙盒模式的朋友应该很喜欢这个改动。再来可以看到啊，无论是哪一种环境，你都会有3分钟的缓冲时间。以前环境难度越高，缓冲时间就越短，现在则是一律都有3分钟的缓冲时间。环境奶昔都被移除啦，取而代之，燃烧森林要用黑背针，沙漠要喝中暑汽水，雪地要来玩滚烫锅，荒原要打辐射滚。这些道具啊，目前没有官方中译，所以我先乱翻一下，不要在意。跟原本的奶昔一样，这些物品呢都可以给你5分钟的环境伤害免疫，还有10%跑速加成。再来是生态认证标章也被移除啦，取而代之的是各个环境的生存装备。想要制作这些生存装备，你必须先完成该环境的生态挑战任务。完成以后，不是去找商人，而是你会解锁生成装备的配方，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制作这些生存装备啦。甚至你可以帮你的同伴制作哦。其他还有一些小改动。首先，你在拆木桩的时候，如果出现蜜蜂，就保证会有蜂蜜。再来，地图上啊多了一行小标示，多了一些非建筑物的标示，我觉得算是实用。露水收集器减少产生的热值，也就是比较不会引来榛子啦。以上啊是这次 2.3 的更新内容，那重点来啦，接下来我们还能期待什么改变呢？其实官方有参考大家对 2.0 的建议，开了一次市民大会，宣布玩家们的需求以及可能的改动。而这 2.3 版本啊，其实就是市民大会中提到的部分。那市民大会中还有提到哪些部分呢？首先，风暴也要跟着修改啦，我觉得这才是重点。风暴不再是单纯的给予伤害，风暴将来会有2阶段，第一阶段将不会那么致命，可能会依照所在的环境增加一点不变性，例如燃烧森林可能就是咳嗽，雪原则是感到寒冷。Each biome storm is going to have 2 stages. Stage 1 will have a unique debuff per biome, which will be appropriate. 这个第一阶段的 debuff 啊，也是会随着进到室内得到缓解，也就是遇到风暴不用再找地方躲啦，先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，抓准时间再躲进室内恢复就好。另外，风暴发生时，丧尸也比较会掉包，作为大家在风暴中杀敌的奖励。目前也在考虑增加小型风暴，只会造成第一阶段的 debuff。We're considering adding mild storms that only do stage 1 debuffs. 还有官方也在考虑，可能会把温度系统重新带回游戏中，这代表衣服有可能重新回到游戏，来协助克服温度或是风暴造成的 debuff。Maybe even bringing back clothing items. 但这些衣服可能会以模组的形态出现，例如内衬、袜子等等，并不会改变你的外观。将来如果实作，你可以在洗衣篮、洗衣机里面找到它们。So Tinning is coming back. 接下来盔甲将可以染色啦，染料又有功能喽，而且有可能化妆，胡子也有可能可以染色哦。其实，在国外啊，很多玩家对瘟疫丧尸跟雪怪的造型有很多意见，我本身是不太在意啊，但很多玩家很讲究所谓的沉浸感。由于七日杀的世界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中部，所以瘟疫丧尸的外形呢，可能会改变成这种印第安风格。这边也有提到，将来的盗贼可能部分也会用这个风格出现，而双爪
可能会用类似伐木工或野人的方式呈现。基本上啊，这两个新角色将来看起来会更像丧尸或是感染的人。再来呢，他们研究了第三人称视角一段时间了，这很合理，因为我想他们卖皮肤啊，不弄个第三视角太诡异了。这边有展示了一段目前开发中的第三视角，各位可以参考看看。这个第三人称视角啊，其实关键就是在狭窄空间能否滑顺的切换距离。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可以看到进入狭窄空间，镜头有迅速跟上。我觉得可能很快就有这个功能了。我这边比较可惜的是没有看到按下瞄准，它要如何表达呢？会直接切入第一人称瞄准的画面吗？这个目前未知。据说这个第三人称保证会在 3.0 前引入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更多武器。会有传奇的唯一武器，它只能用捡的，无法制作，这是个好消息。不仅目前啊，你只要做6级武器，等同武器毕业，再也没有理由去找其他武器箱了。现在多了传奇武器，就有理由让你去野外搜寻啦。还有，这不仅仅限于武器，将来可能会有传奇盔甲以及工具。还有相对的，可能会增加永久损毁的玩法，你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打开。如果打开了永久损毁，你的武器坏了就是坏了，没有维修的余地。这个比较适合硬核的玩家。We want more stations in the game. Joel, what are we thinking there? 工作站的部分可能会增加鸡舍，可以更好的取得鸡蛋，还不错。还有可能会增加电烤炉，让做饭更有效率。话说你想要增加怎么样的工作站呢？再来关于 3.0 更新啊，盗贼的人工智能已经完成不少，目前已经有12个强盗的模型，对应到不同的游戏阶段，他们可以近战，可以开枪、丢手榴弹、使用绷带等等。将来会支持获取跟清除的任务。12 game stage bandit models that are in, most of them are like 90% done. 甚至于将来可能会有新的任务，爆破任务。这边有展示一段视频，任务内容可能是进入建筑物，安装爆炸物，出来后引爆，像这样。从这影片可以看到啊，他们尝试让爆炸的碎片更大一块，而不是单纯变成最小的方块落下。但我想到这个 FPS 啊，就有点头痛。好啦，那最后来聊一下以上这些所谓的想法，可行性高吗？我个人认为完全可行，因为有玩模组的人都知道啊，这些想法啊，在很多模组里面已经有了。但我个人认为还是很不错，因为目前的状况是 A 模组可能有 A 功能，而 B 模组有 B 功能。现在官方如果把它们都整合进原版里面，代表将来的模组通通都有这些功能，这就是我很期待官方更新的原因咯。就像这次提到的 3.0 盗贼，看起来可能不会跳票了哦。但这12种盗贼的模型呢，你怎么看？我个人的猜测啦，首先一定有分男女，所以直接除以2，剩6种变化。再来说不定是轻甲、中甲、重甲，这样再除以3，还有2种变化。这2种变化呢，会不会一种是废土风，一种是印第安风呢？当然这只是我在乱猜，大家看看就好。你觉得嘞？你期待什么功能，或是你希望能多加什么功能吗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